2002年，中国出现一部震惊全国的恐怖片，该片彻底颠覆了人们对修仙的认知。某瓣评分更是高达7.7分。友情提示：前方内容高能，快艾特你的大冤种朋友一起观看。故事开始，台北出现3起诡异命案。第一位死者是上市公司董事长，尸体全身浮肿，在水里至少泡了2天。可是办公室在大厦的36层，秘书在2个小时前刚刚和老板沟通过。很快，法医用镊子从老板鼻腔夹出一块冰碴子。法医很疑惑，明明室内温度快要40度，尸体怎么会结冰呢？ 从来没有碰过这种事。他的表皮以及真皮组织之前都结冰了。怎么可能？他肺部有积水吗？一滴水也没有。随后，法医把尸体翻面，在脑花里发现一种奇怪的黑色霉菌。没过几天，第2位死者出现了。女孩下班回家，她把报纸随手放在沙发上。正当她躺在浴缸泡澡时，报纸竟诡异地自燃起来。等女孩洗完澡，客厅已经变成一片火海。女孩急忙拨打求救电话。她本想躲进浴室，谁料一开门，火焰扑面而来。奇怪的是，等警察赶到现场，客厅丝毫不见火烧的痕迹。你看她的手，这种特殊的卷曲是肌肉严重脱水造成的。还有她的皮肤，这样的状况通常只会出现在高温的大火中被火烧死的尸体。法医快要崩溃了，他隐隐感觉这2起案件之间有必然联系。可是无论如何，他都想不清楚凶手的作案手法。为了避免引起市民恐慌，局长坚持将2名死者定为自然死亡。直到第3位死者出现，警方才对案件重视起来。这天晚上，牧师靠着床背看书，忽然他手指鲜血喷涌。牧师低头一看，胸前已经血流成河。接到报案，警方迅速封锁现场。看到尸体的那一刻，所有人都亚麻呆住了。死亡时间大概是在凌晨3点，推测凶手至少有2个，应该是趁死者熟睡之后让他开肠破腹。接着，法医拉出一个塑料盆，里面装着几节血吃呼啦的肠子，并且牧师体内也有诡异的黑色霉菌存在。由于侦查技术有限，警方特意从美国 FBI 请来专家大卫协助调查。由于辉哥英文水平最好，所以局长派他与大卫搭档。看完资料，大卫眉头紧皱，他提议应该先找一名道士，弄清楚牧师肚皮符咒的含义。2人又来到牧师房间勘察，大卫用钳子在通风管一阵捣鼓，竟意外发现一粒小钢珠。辉哥将钢珠送去检测，检测人员露出意味深长的表情。这些人不简单哦。怎么说？把这么小的钢珠挖空，而且要打上3个洞，这需要多精密的技术，知道吗？最关键的是，钢珠内有黑色霉菌残余，与死者体内的一毛一样。紧接着，辉哥拿着符咒照片去找大师帮忙，幕后凶手即将浮出水面。这个家伙想成仙呢，你为什么早不给我看这个呢？成仙？这是一部震惊世界的国产恐怖片，片中诡异血腥的手段颠覆了众人对成仙的认识。友情提示：前方内容高能，快艾特你的男朋友一起观看。话说，台北出现3起诡异的命案。第1位富商在40多度的办公室活活冻死，第2位女孩烧成黑炭，可现场却没有半点着火的痕迹。第3位牧师在床上被人开膛破肚，还被残忍地折磨2小时之久。当警方展开调查，唯一的线索就是牧师肚皮上的符咒。辉哥和大卫来到研究院，教授只看一眼就认出符咒来历。绝了，这符箓是新产品。教授取出一沓照片，说前几年在市中心发现一座道观，里面出土了许多石刻碑文，其中就有这种符箓的记载。那这个符箓代表什么意思？勾碟，勾碟。哎，就是阴曹地府的传票。说白了呢，就是阎王爷的催命符。与此同时，道观内正在举行一场献祭仪式，男人被蒙住双眼，道长双手一拍，空中瞬间飘起奇怪的粉末。当咒语声响起，男人情绪激烈无比。就在这时，道长按住他的肩膀，刻满符文的小刀慢慢朝后背扎入。教授给辉哥解释图片，说上面记载着炼丹修仙的必要过程。深夜，辉哥在警局研究资料，他将几张照片重叠，竟然意外破解了其中的秘密。少、阳、太、阴。然而，来自 FBI 的大卫坚持相信科学。恰在这时，美方检测机构传来消息，查出黑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物质，人体吸入后就会分泌大量多巴胺，产生无穷幻觉，最后被凶手神不知鬼不觉地干掉。第4名死者出现了，经调查，他名字叫陈两旺。前不久，他父母因为儿子不孝双双自杀，而旺字碰巧在神秘碑文中出现了。众人打开裹尸袋，法医夹出一张沾满血迹的符箓，而且死者的心脏全部诡异消失。辉哥感觉凶手一定跟宗教界有关，他拉着大卫来到一座偏僻小区，寻找神秘莫测的大师帮忙。2002年，弯弯拍了一部震惊全国的恐怖片，他的出现彻底颠覆了人们对修仙的认知。片中大量道教元素让他从一群鬼片中脱颖而出。友情提示：前方内容高能，快艾特你的女朋友一起观看。原来道家主张地狱有5种，
分别是寒冰玉、火坑玉、抽肠玉、弯心玉，还有拔舌玉。只有经过5狱的试炼，才有机会得到成仙。现在台北市出现4名死者，死状正好与前4种地狱相符。宋朝有一个道长名叫黄商，他连杀5个罪大恶极的人，最后奇迹般的得到成仙。而使用这种方法的前提条件就是木有双瞳。所谓双瞳啊，就是一个人的眼睛里头有2个瞳仁，这样有了双瞳，才能找到人消。接着辉哥问大师少阳太阴是啥意思？这2种气是代表着从5月到7月，也代表了火和土。正当辉哥一脸懵登时，突然大卫打来电话，查到了真仙观的信息。目前关主是2名麻省理工毕业的博士，他们利用商业大厦做掩护，秘密开展宗教活动。说干就干，辉哥立马联系同事前往道观调查。可他们一到地方，教徒们立刻气势汹汹地出来迎接。这时警员发现供桌上站满了苍蝇，他掀开桌布，发现地板放着一个奇怪的布包，里面竟然装满了兵器。这什么东西？都带走！道长似乎早有准备，只见他们默念咒语，宽大的袖袍里马上露出锋利的刀剑。另一边支援部队发现电梯坏掉，只好吭哧吭哧爬楼梯赶往道观。当他们打开大门的那一刻，差点没惹出昨天喝的火锅底料，这简直比屠宰场还恐怖。大卫到现场勘察，意外在石碑旁发现一个地洞，当地板打开，大卫瞬间亚麻呆住了。女孩状态半死半活，腹部的大洞内正培养着黑色霉菌。见状，辉哥赶紧拨打120，将女孩送到医院。眼瞅着案件水落石出，辉哥带大卫回家搞派对庆祝，2人喝得一塌糊涂。当晚大卫躺在沙发睡觉，第2天早上辉哥去叫大卫起床，不曾想大卫满嘴鲜血，掌心还握着半截舌头。至此，最后一座地狱拔舌狱大功告成。不出意外，警方在大卫身体里发现了黑色霉菌。这时房间突然响起咳嗽声，辉哥朝掌心一看，这才意识到自己也感染了霉菌。很快辉哥陷入昏迷，同事急忙把他送去医院抢救。病床上，辉哥猛然想起大师说过的话，要想修炼双瞳得到成仙，必须大病一场。在道家来说，大病是成仙的要件，人在大病中才能大觉大悟。辉哥意识到女孩躺在道观的密室，并不是被人伤害，而是到了修炼的紧要关头，只有突破生死的界限，才能借助道家地狱之法修炼成仙。辉哥从床上惊醒，在护士姐姐诧异的目光中，跑到女孩病房查看情况。果不其然，身受重伤的女孩突然离奇失踪。辉哥冷静下来，意识到女孩一定会返回道观继续修炼。当他打开电梯，一个血吃呼啦的男人瞬间倒在他的面前。辉哥取出他嘴里的手枪，走进道观继续寻人。然而当他打开地下室，里面连根毛都没有。辉哥在道观内四处寻找，忽然空中落下许多奇怪的粉尘。见状，辉哥迅速捂住口鼻。他抬头一看，发现女孩从天而降。辉哥刚准备开枪，他的手臂就燃烧起来。你是谁？你究竟想干嘛？所有的事情都早就安排好了，你是来送我的，来吧。现在女孩成仙只差一步，她拿枪对准自己的额头，让辉哥赶快毁灭她的肉身。可是辉哥根本不相信人能成仙。下一秒，女孩打断辉哥左腿，她的瞳孔左右晃动，双瞳的真面目至此出现。与此同时，女孩不断激怒辉哥，直到他扣动扳机痛下杀手。见势不妙，辉哥赶紧将女孩送往医院，否则变成杀人犯，自己和家人的前途都将毁灭。从医生口中得知，女孩从小脑袋中长出一个脑瘤，能够看到正常人看不到的东西。之后，医生将辉哥带去解剖室，说女孩还有一个双胞胎姐姐，相传出生的时候就已经得到成仙。回到家，辉哥发现老婆精神快要崩溃，他走进房间一看，发现女孩正躺在床上。突然画面一转，女孩抓住辉哥女儿，举起小刀准备朝胸口狠狠刺下去。千钧一发之际，辉哥连开数枪，将女孩噼里啪啦打成筛子。女孩的计划终于得逞。我要走了，你也会跟我一起走。女孩要带辉哥一起成仙，眨眼功夫，辉哥就倒地昏迷。不管妻子怎么敲打，都毫无反应。这时，2年没说话的女儿突然喊他一声爸爸。辉哥果断结束升仙步骤，重新回到家人身边。影片结束，双瞳上映于2002年10月25日，由陈国富执导，主演包括梁家辉、刘若英、戴立忍、大卫、摩斯等。双瞳采用大量中国道教元素，将国产恐怖氛围发挥到了极致。然而该片以成仙为主题，与通常恐怖片的恩怨情仇形成鲜明对比，故事令人耳目一新。此外，关于道教元素的引用，赋予影片一种浓厚的神秘氛围，加深了观众的体验感。我来提一嘴，辉哥受命来查案，阴阳五行解谜难，幸好大师来指点，女孩杀人未成仙。横批：双瞳真好看，记得点赞关注哦。